例假推迟半个月后，男友以为我怀了身孕，然后骚操作来了。说好的5星级酒店订婚宴改成了一个废弃车库流水宴，原本说好的房车直接作废，甚至还提出日结彩礼。他们竟然以为这样就能拿捏我，真是笑话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和男友成名认识4年，恋爱3年，对方最近开始频繁向我催婚领证。宁宁，我们谈恋爱这么长时间了，也该让2家大人抽空见个面，谈一谈婚礼的事了，你觉得呢？我笑着问他，如果结婚的话，彩礼、房车这些怎么说？他却说，我家经济条件不好，你也知道，不过我会尽最大努力让你幸福的。实质性承诺一个没给，饼倒是画了不少。成明看我不搭话，才肯亮出最后的底牌，彩礼16万8，三金3万，婚房2家各出20万，用作首付，月供我们自己还，房子写2人的名字。按照成家的经济条件，能做到这个份上，也算诚意满满。所以思虑再三后，我应了下来。当初我和成明走到一起时，不少人在背后议论，说成明走了大运，能遇到我这么一个是本地独生女。当时为了顾及她的自尊心，我没少因为这些闲话和别人吵架。3年过去，再浓厚的感情，如今都消磨的只剩一丝感动。但婚姻嘛，不管和谁结婚，最后都一样。我也懒得再重新浪费时间精力去相处新的结婚对象，只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只是因为我例假迟到半个月，成明一家就开始原形毕露。说好的5星级酒店直接变成废弃停车场不说，所谓的大厨也只是农村流水席师傅。我妈眉头一皱，在我胳膊上狠狠掐了一把。成明见状，脸上显出一丝难堪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好好的酒席怎么办成这样？程妈却两眼一瞪，撇着嘴，怎么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还挑3拣4？我请的可是咱们这儿最有名的流水席大厨呢。说完眼珠转悠，对我妈他们谄媚的笑道，那个亲家呀，你也别见怪，主要是我们家的钱都拿去给宁宁当彩礼，还有凑房子的首付了，你们也别怪我小气。前不久我听人说收彩礼是犯法的，要不趁咱们2家大人都在，彩礼这种形式就免了吧，2个孩子以后好好过日子就行。站在一旁的我妈欲言又止，放在右侧的手开始蠢蠢欲动，我气得直发抖，一记眼刀看向男友成明。成明有些尴尬地摸摸鼻子，低声怒斥他妈。程妈却像是没听见，一张嘴喋喋不休说网上怎么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平静，强行扯出一个笑。阿姨，彩礼这事本来也就是你情我愿的，你们家要是不愿意出，直接说就好，不用拐弯抹角。听到这话的程妈像是被人踩到了尾巴，扯着嗓子大吼，宁宁啊，不是阿姨说你，小姑娘的青春可就这几年，你也想在最漂亮的年纪穿婚纱，你说对不对？语气咄咄逼人，听她这意思，再过几年我就成了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呗。就在我准备掀桌子发火的时候，我妈不动声色地按住了我的手，另一边的程母还在继续喋喋不休，等结婚以后，宁宁你就安安心心待在家里生孩子享福就好，上班挣钱的事情就交给程明，我保证把你们2个照顾得妥妥帖帖的。听这意思，不止彩礼日结，合着他还准备以后搬来和我们一起住，真当我脾气温柔好拿捏？不等我开口，程母似笑非笑的眼神落在我脸上，宁宁，
你也别怪阿姨话说的难听，你现在已经有了我们程家的骨肉了，那原本说好的彩礼当然就得打个折扣。毕竟未婚先孕的女孩子，搁古代是要进猪笼的。你不嫁给我儿子，还有谁会娶你？听到这话，我眉头紧锁，下意识地将目光看向程明。突然想起前几天和程明聊天时，无意中大姨妈推迟半个月的事，所以他们以为我怀孕了。刚开始我还以为程明真的是因为爱我，所以爱屋及乌。现在看来，如果真的爱我的话，又怎么听到我例假推迟的消息欣喜若狂？无非就是认为只要我怀孕，就会任由他们摆布罢了。还好我当时多留了个心眼，听我妈的话，将错就错，给自己试错的机会，不然到现在我可能真的就骑虎难下了。思绪渐渐收回，耳边再度响起程母的声音：“宁宁啊，你最近恶心不？难受不？腿酸不酸？”“一点也不，因为我根本没怀呀。”但是他既然这么问了，那我就顺着他说：“是有一点恶心，也难受。只要是人，看见你们这一家算计的表情，就难免恶心。”没想到听我这么一说，程明他妈脸上直接笑开了花。既然你现在已经怀孕了，那就不能太辛苦，婚礼什么的那些就推后吧，要不然怀着宝宝办婚礼太辛苦了。你看你这又是恶心又是腿酸的，到时候多受罪。呵呵，推迟婚礼，别说我根本没怀孕，就算真的怀了，也才1个多月，完全不会耽误婚礼。可是程母却很坚持，不着急，你们先领证，等到孩子安全的出生了，再把满月酒和婚礼一起办了，多好，是不是？那就是双喜临门。我问程明，你说呢？他点头，附和着他妈刚刚说的话。宁宁，妈说的对，你怀孕了，办婚礼确实太劳累，别到时候有个什么3长2短，那可会伤了你的身体。对，程明他妈接着忽悠我，你们就先去把证领了，别的事情都等孩子出生再说。呵呵，我冷静地看着对面2个人，领证啊，也不是不可以。程明和程母互相看了一眼，眼里都是满满的算计。可我继续说了，那彩礼和3金的先给我呀，还有房子先买了吧，至于婚礼推迟就推迟。程母左右看了看，东拉西扯了好多话，就是没有说什么时候给我彩礼，也没有再提买房的事情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催我赶紧和程明领结婚证。怀孕了，那肯定得赶紧领证，不然孩子的户口都上不了。听到这话的我爸一脚踹翻桌子，拽着我和我妈就走。他们这明摆着就是看你怀孕了，想拿捏你，太过分了，一家子算计人的狗东西！我呸！看着我爸生气的模样，我连忙安抚爸，别生气，你别生气啊，我怎么可能不生气？还没结婚，他们家都敢这么欺负你了，结婚以后还了得？我呵呵一笑，爸，你真的别生气，该着急的人不是咱家。听到这话的爸妈直接愣在了原地，一脸懵逼的表情看着我。闺女，你老实告诉我们，程明他妈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真的怀了吗？玩意儿的骨肉了！哈哈，不愧是我爸妈，机智如你，直接就抓到了问题的关键点。我摇摇头，嘴角咧开，当然没有，就是例假推迟了一段时间，他们自己想象的我怀孕而已，所以我就将计就计，考察一下程家的人品喽。我妈笑着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小骗子，你做得对，他们那种人就该好好的治一治。就在这时，程明一家也追了上来，只不过这次不是商量婚礼的事情，反而是商量关于生孩子的事情。亲家，你们别走啊，还有孩子的事情没商量呢。我们的意思是，婚礼先别急着办，宁宁先好好的养身体，
到时候生个白白胖胖的孩子。我妈抬起手，对着程母的脸就拍了上去。程妈被打得措不及手，脸色涨红，呆在原地。亲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妈笑了笑，不好意思啊，本来只是想拍蚊子的，没想到拍到你脸上了，嗡嗡嗡的，吵得人耳朵疼。程明他妈只能咬牙吃下这个闷亏，忍着脾气没有再继续说话。我妈似笑非笑地看着程明，程明，你妈刚才说婚礼不办了，你的想法呢？阿姨，我觉得我妈说的对，毕竟宁宁现在肚子里已经有了宝宝嘛，还是身体最重要。办婚礼多累啊，我妈她也是为了宁宁着想。我妈点了点头，也行，婚礼晚点就晚点，但是彩礼啊、3金啊、房子这些可不能拖了，不然孩子生出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程明马上接话，有，怎么能没地方住呢？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就挺大的，2室1厅。我妈说了，等我们结婚以后，主卧让给我和宁宁住。我妈听到这话，直接就被气笑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不光彩礼日结不算，现在就连房子也不打算买了？程明赶紧解释，也不是，就是不着急，早晚也是要买的。呵呵，他还不着急？他们当然现在不着急了，因为是我怀孕，不是他们怀孕。怀孕的女人就失去了主动权，就可以被他们拿捏了。那彩礼和3金呢？程明他妈又是一笑，亲家呀，这些不都是和婚礼一起办的形式而已吗？到时候等生完孩子，给宁宁包上2万的红包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就在我妈准备继续和他们争论的时候，我冷笑开口：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结婚证也不用领了，一切等孩子生出来以后再说。程明一家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，心满意足意地准备离开。走之前还假惺惺地说了句：宁宁啊，过几天我让程明来接你回家，到时候妈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和孩子的。我一口应了下来，毕竟我一直就等着他这句话呢。他以为我不会去，认定我会一直待在娘家，等着自己的爸妈出钱出力照顾。可我不啊，我答应得很快。好的，阿姨，到时候我一定和程明一起回去。他傻眼了，毕竟他只是假惺惺的随便说那么一句，他根本没有真的想要照顾我呀。宁宁，阿姨只是给你个建议，你要是舍不得你爸妈，不去也行。不行啊，我不去怎么行呢？不去怎么折腾他呢？他要孙子，我怎么能不给他机会好好照顾我这个孙子他妈呢？我只带了2件衣服就去了程母的家里，他指了指程明一直睡的小房间，示意我把衣服放在那里面。程明，快点帮着宁宁把东西收拾好啊，她怀孕不能劳累。程明刚要把衣服拿进去，就被我拉住了他的手。不是，阿姨，你不是说暂时不买婚房，让我住老房子的主卧吗？他有些不高兴地皱了皱眉。不着急，你这不是还没有结婚吗？他那无赖的样子真是让我火大。我假装委屈，程明，你说是阿姨自己说的，让我住主卧的。现在我还怀着孩子呢，要是继续跟你挤在一张小床上，会伤到孩子的。程明想了想，终于点头：妈，宁宁说的对，我们还是换一个房间吧。程母并不是很情愿，还想出声拒绝，因为他根本没有真心的想把主卧让给我。可看着程明的脸色，到底是没再继续说什么。我轻轻地摸了摸肚子，轻飘飘地说：这孩子来的也不是时候。其实我也没有很想要他，要不……程母赶紧跑进房间，飞快的就把他的床单被套都抱了出来。程明，快点帮我把屋里的东西都搬出来，把你们的东西放进去。我就坐在沙发上，刷着手机看他们2个进进出出，搞得满头大汗。
心情真的很好啊。3个小时之后，房间里的东西终于搬得差不多了。我伸了伸坐累了的双腿，阿姨，我饿了，做饭吧。程母刚坐下，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，泡碗方便面算了，我可累死了，没有力气做饭。呵呵，那怎么行呢？哪有婆婆不照顾怀孕的儿媳妇的？阿姨，要是我一个人就算了，可这肚子里面不是还有孩子吗？孩子可不能吃方便面，不营养。程明看了看我，宁宁，你这才刚怀上，没多辛苦，想吃什么自己动手就行。我妈这都累半天了，别再使唤她。呵呵，活该，不是他们要我怀孕的吗？阿姨累了，那你去做吧。我这孕烦很严重，不能闻到烟味，进厨房就想吐。你叫我怎么做呀？程母一听我说要让程明去做，他也顾不得休息了，赶紧跳起来。好好好，我去做，你等一会儿。他扶着腰往厨房走去。我大声地说：阿姨，我要吃虾，吃鱼，还要喝鸡汤，这些都是对宝宝好的哦。程母在厨房里面沉默了半天，终于还是老老实实的开始做饭。程明不满地看着我：宁宁，你过分了呀，这些菜又贵又麻烦，随便让我妈做点算了。呵呵，随便？怎么能随便？他们想以我怀孕来拿捏我推迟婚礼，不给彩礼，不买房子，我就反过来拿捏他们。他们敢做初一，我就敢做15。我可不是人人拿捏的软柿子、烂好人。程母、程明，你们受苦的日子才刚开始呢，毕竟怀孕可要10个月呢。不把心底的这口恶气出了，我怎么可能放过他们？坚持了半个月，程明他妈终于装不下去了。周6日我还在家睡觉时，他带着小区里的老太太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客厅。2人刻意发出一些声响，全当我不存在。老太太看着我刚起床的模样，突然捂着嘴笑：大姐，你听说咱们小区陈丽云家的事没有？他儿媳妇和他对着干，被赶出去了。第2天一早，他儿媳妇就跪在门口求原谅，要我说呀，还是得敲打敲打。年轻人到底是心浮气躁，不知道咱们老人都是为他们好。程明他妈一脸夸张地张大嘴巴：哎呦，丽云这么厉害呀，我可不行，我年纪大了，折腾不起，万一把我赶出去怎么办？说完视线转向我：再说了，我们家宁宁也不像丽云儿媳妇那么不懂事，好歹是名牌大学出身呢。老太太嗤笑一声：名牌大学还不是一样的？我听说丽云她家那个儿媳妇也是名牌大学生，家里还不是全部由丽云管事。你看她儿媳妇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2人八卦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我越听脸越黑。这不明摆着是来说教我的，当自己是老师呢，这么喜欢叫人。我坐在沙发的另一侧，剥了个橘子，慢慢吃着。你们这算啥？我同学不是刚结婚吗？她直接把她婆婆气进医院了。你猜怎么着？她婆婆和她婆婆的亲戚在背后议论我朋友，我朋友直接冲进厨房，拿菜刀砍在他们面前。我这朋友也是厉害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没这么粗暴，你说是吧，阿姨？说着，我拿起水果刀削着苹果，一颗好好的苹果被我削得只剩核。我将苹果核递给程明他妈，笑得温柔。程母尖叫一声，差点从沙发上滑下去。卧室里传来手机铃声响起的声音，我将水果刀擦干净，抬眸看向程母。程母和那个老太太吓得缩成一团，不敢吱声。我起身回卧室，身后传来2人争吵的声音：你说你惹他干嘛？不是你叫我说的吗？没事，他不敢怎么样的。这次咱们就要好好教导一下他，做儿媳的怎么能爬到婆婆头上为非作歹？我听力很好，
加上这些老太太常年大着嗓门说话，即使是刻意压低嗓音，也能听得清楚。我低头刷着视频，眼底隐晦不明。事不过三，我再不做出点反击，真当我是好欺负的了。就在这时，卧室门突然被打开，程明他妈咳嗽2声：“宁宁，我刚给你熬了点鸡汤，你记得趁热喝呀。”说完，佯装无事发生，在卧室里打量起来，皱起眉头，随手拿起我化妆桌上的东西：“你现在已经怀孕了，怎么还能用化妆品呢？就算不为你自己考虑，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考虑吧。”说完，拿起床边的垃圾桶，大手一挥，将我桌上的化妆品全部扫进垃圾桶。我顿时怒从中来，抓着程母的袖子扯：“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怎么随便乱拿别人东西？”程母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抓着我的衣角开始哭起来。她抹了一把眼泪，哭丧着脸叫喊：“哎呦，我的老腰哎！回就算你不同意我的看法，也不用打人啊！妈，我年纪大了，比不得你们，我怎么这么命苦哎？早年老公死得早，一个人一把屎一把尿把儿子拉扯大，受了这么多苦，晚年还要收儿媳妇的气，我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。既然你这么爱哭丧，就好好哭一哭。”听见门外脚步声响起，程母哭得越来越起劲。程明推开房门，脸色阴沉无比，眼神凌厉地看着我：“温宁，你和我妈不和我理解，至于动手打人吗？”我低头看了看肚子，假装握拳要捶肚子。程母麻溜地爬起来，跑去厨房做饭，生怕饿着我肚子里的孩子。只有在吃饭的时候不阴不阳几句，怀孕的时候要少吃肉，不然我孙子出生时头太大怎么办？我眼神不满地看向程明，他立刻往我碗里夹了块肉，试图安慰我。程母不甘被冷落，冷哼一声。我听程明说：“你还打算过几天把你家养的猫接到这边来？”我点点头：“对呀，我爸妈最近有事儿要回老家一趟，家里的猫肯定要接过来养。”程母重重一拍桌子：“其他的事我不管，但这猫不能养，必须在我孙子出生前赶紧处理掉。你们家怎么当父母的？难道不知道那些小动物身上都带着病菌？要是感染了我孙子怎么办？”我当然不会同意，我对猫这只有感情，不可能扔掉。你们全家脑子都有问题，说不定就是被那小东西传染的。你要是不处理，就别想进我们家门。我重重地把碗一放，这是没得谈，我不可能放弃我的猫。一旁的程明却眼神狠厉地瞪了我一眼。程母在一边火上浇油：“行啊，你要执意养这只猫的话，那你就别进我们家门。儿子，赶紧和这姑娘分手，咱们家不娶这种不听话的媳妇，不然会倒霉的。”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转身就走。程明追了出来：“宁宁，你何必和我妈生气呢？她年纪大了，你就忍忍吧。”忍？我气呼呼地看着程明：“你不是不知道猫对我们有多重要，他让我送走就送走，怎么可能？”程明眉头紧锁：“但你也不该和我妈吵架，毕竟你将来是我们家的儿媳。而且我妈说的也有道理，你那猫身上细菌不少，孩子抵抗力弱，我也觉得应该送走。你才认识我有猫，那咱们就别结婚了。”程明似乎也动了气：“不结就不结，我看还有谁会要你一个怀过孕的女人。”眼前的他越来越让我陌生，我以为程明和他妈妈不一样，现在看来其实都一样。我冷笑一声，转身就走。本来还打算和他们演一段时间戏的，现在我是一刻都演不下去了。回到家，爸妈见我怒气冲冲地回来，问我怎么了。我把饭桌上的事一说，他们也很生气。但我爸沉思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就程明他妈那个脾气，
如果现在闹掰，他肯定不管不顾就要闹起来。他们一家不在乎脸面，咱们家可不能让他把名声毁了。我两眼一瞪，那就这么忍下去？我爸气定神闲地摇头，那不能够。你也不想想，咱们家是吃哑巴亏的人吗？你再忍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舆论程家提出什么条件，别管多离谱，你都一口答应。不过他们家确实让你受了委屈，先晾他们家一阵子，直到他们道歉再说。我重重点头。没过几天，程明真的给我打电话了，语气很卑微：宁宁，我错了，前2天我没想明白，你真的舍得放弃我吗？见我没说话，程明继续道歉：你说你怎么样才能原谅我？我也和我妈说过了，她也知道错了，让你过来。我妈说亲自给你道歉。程母要给我道歉，我第一反应是这是真的吗？不过既然他们给了我这个台阶，我就准备顺着台阶下。好，什么时候？老婆你同意了，就明天下午好吗？第2天下午，我准时赴约。一进去就发现程母真的像变了个人一样，瞧见我，她脸上立刻绽放出笑容。宁宁，你来了呀！她热情地握着我的手。前几天是阿姨考虑不周，后来程明教育了我一番，我现在知道自己错了。程母眼神真挚地看着我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俗话说得好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我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别的话来，只能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她赶紧拉我到餐桌旁坐下，不停地给我夹菜。我环顾四周，阿姨，程明去哪了？他出去买东西了。你稍等一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程明回来了，手里捧着一束花。对不起，亲爱的，前几天让你不高兴了。我特意跑了好几家花店，买了你最喜欢的花。你能不能别生气了？诚恳的道歉只让我觉得心底发寒。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？程明有这么好的演技，整整3年，把所有人都骗过去。吃完晚饭后，为了让他们放松警惕，我假装想表现一下，去厨房帮忙洗碗。程明拦住我，温柔地笑着：在我们家都是男人洗碗的，我爸在世的时候也是他洗。程母把我推进程明的房间，让我休息一会儿。我怀孕后确实容易困，也就没推辞，真的去睡了一会儿。中途我被渴醒了，出来发现程明和程母都不在房间里。我喝了口水，以为他们出去买东西了，却听到程母房间有声音。我赶紧走过去，靠近门边，听到程母的声音清晰地从门缝里传出来：儿子，结婚后你可不能惯着他，你的手是用来挣钱的，怎么能用来洗碗呢？我眉头紧锁，立刻明白程母刚才的慈祥都是装出来的。紧接着传来程明的声音：这只是为了让她心甘情愿地嫁给我，等她生了孩子，和我结了婚，她就再也跑不掉了。打开手机里的录音功能，我继续保持安静。对，儿子，你暂时忍一忍，等温宁那50万的嫁妆到手，你就把钱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到时候他没钱，跑到哪里都没用。对，妈，你那天就是太冲动了，一只猫而已。结婚后我偷偷丢了，跟他说跑丢了，到时候他还能因为这件事和我离婚不成？听到这里，我已经忍不住发抖了。原来程明一直是这样的人吗？但他们接下来的话让我更是心寒。儿子，还是你有远见，我都不知道温家这么有钱。那时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看上他了，如果他没钱，我会和他谈恋爱。他那一身大小姐脾气。行了妈，我不和你说了，该出去了，不然那个女人醒了会起疑心的。刚听到那话，我立刻冲回卧室，装作已经进入梦乡。我一躺下，没一会儿，程明就进了卧室。他低声唤我：亲爱的，你都睡了2个多小时，该起来了。
我假装被他叫醒，睁开眼，看到程明那张熟悉的脸庞，心里却涌起一股强烈的反感。原来一个人真的能伪装得这么深。而过去的3年，程明一直在伪装。程明注意到我脸色不对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，亲爱的？”“没事，就是做了个噩梦。”程明似乎想要拥抱我，是不是吓到了？亲爱的，我巧妙地避开他的拥抱。我爸妈刚才让我早点回家，家里有点急事。程明没察觉到我的异常，点了点头。要不我陪你一起去，也好久没见你爸妈了，顺便确定一下婚礼的细节。我急忙拒绝，几乎是逃跑一样离开了他家。回到家，我心有余悸，心跳加速。晚上，我爸妈下班看到我脸色不好，急忙问我怎么了。我把在他家听到的对话全部告诉了他们。听完后，我爸妈的脸色也变了。我爸一拍桌子：“真是岂有此理！我之前还以为程家只是小市民心思为了算计，没想到他这么狠毒，必须分手。”我妈也同意，看来计划得提前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别回程家了，以后离他们家越远越好。我点头，不回去是肯定的，但我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。骗了我3年，我怎么可能原谅他们？我爸妈也支持我报复，毕竟我的性格是他们培养的。第2天，我找了个借口说要和家人去旅游，直接挂断程明电话。不过一会儿，程明就打来电话：“亲爱的，你们去哪旅游了？”“就在附近城市。”我爸妈说以后孕晚期行动不便，所以现在带我出去散心。程明的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。真好，我还从没带我妈妈出去旅游过呢。要不我们去找你吧，正好带我妈也散散心，顺便我们多相处一下，说不定结婚以后能相处得更和谐。我坚决拒绝，一方面是怕暴露，另一方面是我实在不想和这对恶心的母子再多待1天。等时机成熟了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报复，然后分手，绝不能让他们家再多纠缠我们家1秒钟。我在家里住了1个月左右，从头到尾程明没有主动联系过我，就因为我没让他和他妈妈一起去旅游，他生气了。直到我妈他们说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我才给他发信息说旅游回来了。程明似乎急切地想要我家的嫁妆钱，当天就要带着东西上门。还没等我开口说不，他就已经站在了我家楼下。我早就和爸妈商量好了对策。程母一踏进我家，眼睛就四处乱瞄，一看就知道他没安好心。亲家母，你们家这房子真不错，就住你们仨。我妈偷偷翻了个白眼，转身躲进了厨房。我爸则点了点头，面无表情。确实，我原本打算把这套房子当嫁妆给我女儿。程母一听，眼睛都要瞪出来了。那太好了，以后他们小2口就住这儿，省得买新房了。宁宁肯定不懂得带孩子，到时候我来帮忙照顾孩子，看这房间应该够住。我爸这才转向程母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我给我女儿的房子，你们也想搬进来？”程母笑容依旧：“这话说的，咱们不是一家人吗？你儿子结婚，你连新房都不准备，还想住我们家，你也真敢开口。”程明和程母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，我心里默默地给我爸竖了个大拇指，但表面上我还是装作不高兴。爸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爱程明，所以房子和彩礼都不重要，就算这房子加上程明的名字，我也愿意。程明听到这话，立刻看向我，眼中充满了算计，但他表面上并没有表现出来。宁宁，我怎么可能会要你的房子呢？只是我们家的婚房太小，我怕委屈了你，所以住这儿最好。我妈搬过来也是为了照顾你，
我们家绝对不会贪图你的房子。程母就没程明那么会装，冷哼一声：“听到了吗？你女儿都这么说了，你们当父母的还拦着干什么？家里有点臭钱就了不起啊！这么了不起，怎么不管好女儿，让她婚前就怀了孕？”程明赶紧推了程母一下。我爸虽然知道我们在演戏，但还是被这对母子气得不轻。你们俩给我滚出去！这房子我谁也不给了，滚！程明脸色阴沉，带着程母离开了。为了把戏演得更逼真一点，我也追了出去，追上程明。我假装担忧地说：“程明，要不你去跟我爸道个歉吧？我爸生气了。”程母眼睛瞪得老大：“凭什么让我儿子道歉？你爸有没有教养？以为有2个臭钱就了不起？谁稀罕他的臭钱？你现在能不能进我家户口本，全在我一句话的事。”我赶紧安抚：“阿姨，你别生气，我回头劝劝我爸，大不了以后我们结婚了，我就不回娘家了。”程明一直沉着脸没说话，听到我这么说才开口：“宁宁，别这么说，你爸妈养你这么多年，还是应该保持联系的。对了，你刚才说要把房子加上我的名字，是真的吗？”我心里冷笑一声，果然，程明就是为了这个，估计他刚才没说话，一直在心里打着小算盘。当然是真的，我这么爱你，结婚后肯定第一时间加上你的名字。只是我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。听到这话，程明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，急忙问：“只是什么？”我爸说那房子不打算让我用来结婚，你不了解他，他一向说到做到，搞不好哪天就拉着我去改房产证的名字了。我故意透露了点消息，果然看到程明上钩了。他好奇地问：“改名字是啥意思？房子现在是你名下的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：“没错，我们计划结婚后住哪儿，房子当然得是我的名下。”程明和程母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程明突然搂住我的肩膀，声音更加柔和：“其实，亲爱的，我有个不错的主意。”“啥主意？”程明接着说：“反正房子现在在你手里，我们可以先加上我的名字，到时候只要我不同意，你爸就不容易改名字了。你觉得呢？”这算盘都快打我脸上了。我犹豫地问：“但这不就是骗我爸吗？”程明继续诱导：“怎么能说是骗呢？你是他女儿，他最后肯定会心软，把房子给你的。你这么做只是提前把事情办好而已。”我抬头看到程明和程母的眼神，就像2只饿狼盯着一块肉。我纠结了半天，最后还是点了点头：“好吧，我去偷房产证，你们等我好消息。”我说完，程明和程母眼里都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得意，好像房子已经到手了一样。我把他们送出小区，看着他们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似乎又在密谋什么。我赶紧凑过去，只听到程母的声音里满是得意：“看来这个陈福已经被我儿子迷得七荤八素了，急着给我们家送房子。那是等房子到手，我就把妈你的名字也加上去，这房子就是我们的了。还有温宁他爸。”程明的声音突然变得冷冰冰的：“我肯定要哄着温宁多要点他的钱，最好能把他爸的棺材本都骗来，让他小瞧我们。就是他们家那么有钱，怎么没生个儿子，就一个女儿？就算有钱，以后还不是连个继承人都没有，还得求我们娶她。”接下来的话越来越难听，我听了2句就转身走了。想骗我家的钱，做梦吧！自那之后，程明对我更加殷勤，只是一有时间就总是催我快点找房产证。我一边应付他，一边紧密联系爸妈为我安排的闺蜜许娜，把程家一家的情况和她说清楚，并承诺事成之后
一定众筹。谈好条件以后，许娜欣然同意，按着我告诉她的程明的个人喜好以及常去的地方，方便他们制造偶遇。爸妈和我的计划就是让许娜扮演一个更有钱的富婆，让程明主动放弃我，最后人财两空。不出1个月，许娜兴奋地告诉我，程明上钩了，甚至在微信上和他表白了。与此同时，程明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，甚至开始爱答不理的。我发给他的长篇大论，程明只用几个字就应付过去了。看来上钩了，我也开始我的行动，上门逼婚。我在网上买了个仿真假肚子戴上，找到程明家。程明和程母正在沙发上聊天，脸上都带着笑容。我进去的时候，甚至听到他们在谈论许娜的名字。看到我进来，程母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。程明虽然没有表现得特别明显，但他的脸色还是冷冷的。你来这干嘛？我装作没注意到他们的表情，捂着肚子说：程明，我的肚子越来越明显，咱们得抓紧时间把婚礼办了。程明看了一眼我的肚子，什么也没说。程母倒是先开了口：温宁，你现在肚子这么大，要是办婚礼，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到时候我们家那么多亲戚一看，程明以后还怎么做人？所以这孩子要不等你生下来后，咱们再办婚礼，反正我们家肯定会娶你的。我心里冷笑，程母这算盘打得真精，一看就知道，她既想要我肚里的孩子，又想要一个更有钱的儿媳。等我生了孩子，就想把我一脚踢开，就这样把我白白牺牲掉。这家人的心肠真是歹毒。我微微一笑，行，那我们先去领结婚证吧。我已经拿到房产证了，现在等结婚了，我就把你的名字加上，好不好？程明和程母交换了一个眼神。宁宁，你在这等一下，我和我妈出去一下。我非常理解地点了点头。他们一走，我透过猫眼一看，只见两人躲进了安全通道，我也跟了上去。就听见里面程母说：陈福手里那套房子我打听了，值500多万呢。程明说：500多万算什么？你不知道我最近谈的那个女孩家里特别有钱，说只要结婚了就给我一套别墅。500多万和别墅比，哪个更重要？妈，你可不能被这种小利益迷了眼。我忍不住笑出声。这问题就像小时候问自己是上清华还是上北大一样，也不照镜子，你还挑上了。眼看两人要出来，我回到沙发上坐下。程明进来看见我，叹了口气：宁宁，我知道你急着嫁给我，我也急着娶你，但是不瞒你说，我们家有亲人去世了，这1年我们都要守孝，所以对不起老婆。我露出委屈的表情。你们什么意思？难道让孩子出生就没户口吗？要是不能结婚，那我就去打胎了。程母冲进来：你敢打一个试试？要是把我孙子打掉了，我跟你全家没完。那我也不能没结婚就在家生孩子。你们家要面子，我们家就不要吗？眼看我不依不饶，程明开口叫停：宁宁，你先回家，我劝劝我妈，到时候给你个答复行不行？我离开了程明家，打算去找许娜，让她再逼程明一把。只是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竟然会遇到曾经的大学同学陆续。在大学的时候，他和程明住同一个寝室，只是关系一般，直到毕业以后更是直接就断了联系。陆续坐在路边的咖啡厅喝咖啡，主动伸手和我打招呼。我笑笑：好久不见，最近怎么样？陆续眼神复杂地看向我：好久不见，你和程明快要结婚了吧？我当然不可能和这个他说实话，于是点了点头：对，正在计划中。听到这话的陆续直接一口气喝掉了杯里的咖啡。
公司还有事要忙，我先走一步。想到他和程明针锋相对的关系，我急忙开口喊了一声：“等等，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。”陆羽表情虽然有点不情愿，最后还是同意了。直觉告诉我，陆续和程明闹掰，可能另有隐情。如果我能利用这个，说不定能给程明最后一击。许娜和程明的关系进展得很是顺畅。她演的是一个见惯了山珍海味的富二代，一见到与众不同的程明，便被迷得神魂颠倒，铁了心要和他结婚领证。而程明那傻瓜竟然信以为真，自认魅力无边，足以令一位富家千金为之倾倒。仅仅1个月的时间，两人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只有程明坚信许娜非他莫属。那么，真正的复仇大戏即将拉开帷幕。我和许娜在一家餐馆里，边用餐边谋划如何对付程明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影在我们桌旁停了下来。我抬头一看，这不是刚才见过的陆续吗？我心里一惊，生怕他听到了我们的计划。你刚才没听到什么吧？陆续面无表情，什么都听到了。我正想着如何让他保密，他却率先开口：“我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。”为什么？陆续说：“因为我对他也是恨之入骨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”我邀请陆续坐下，并顺便介绍了许娜。他在了解我们的计划后，点了点头：“可以。”但计划中还是有些漏洞。程明这个人太小心，如果没看到真正的利益，恐怕不会轻易放过你。所以一定要让许娜给他展示他能给他带来的实际好处。许娜点了点头：“这不难，我可以找人办一个假的房产证，到时候我把假的别墅房产证给他看，说加上他的名字，程明那家伙肯定上钩。”陆续点点头：“还有，你这边也要不断加码，你的诱惑越大，程明就会越动摇，最终会忽略一些细节，这是我之前没想到的。”我点头表示记住了。就在这时，许娜突然说：“程明约我出去吃饭，你们2个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”饭桌上只剩下我和陆续2人。我好奇地问：“你和陆续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陆续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，但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“当年你和程明为什么在一起？”“当然是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的期末作品被人偷了，差一点就被记大过。后来是程明托人才帮我找回来，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挺可靠的，然后就跟他在一起了。”陆续点了点头：“这件事是我做的。”我一愣，万万没想到多年前的一件小事背后竟有隐情。“你怎么没跟我说？”陆续的声音有些哀怨。“当时我刚把作品拿回寝室，就被程明拿走了。后来没几天你就和他在一起了。”这话让我不得不多想，我顿时有些坐立不安。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“我喜欢你。”我直接愣在原地，沉默不语。陆续没再说话，我们俩在尴尬的气氛中吃完了这顿饭。回到家，我就给程明打电话，他现在应该正和许娜在一起，所以声音十分冷淡。“有事，老公，我爸已经不生你的气了，还说要把这套房子卖了，然后再添点钱，在市区买个大平层，作为咱们俩的婚房。你看你能不能劝劝你妈，同意咱们俩早点结婚？”那头只听见许娜问了句：“谁呀？”程明立刻挂断电话：“我再考虑一下吧。”挂断电话后，我忍不住冷笑：什么都想要，最后的结果大概就是什么都得不到。我非常期待程明最后被我们俩抛弃的那一刻会是什么表情。晚上，许娜回到家，给我打来电话：“宁宁，你不知道，我今天带他去我家别墅后，程明那眼睛都瞪直了。
我拿出房产证的那一刻，程明都快跪下来亲我的脚了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没照进窗户，程明就急匆匆地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开口就说要和我分手。我怎么可能轻易放手？对着电话哭得稀里哗啦的，程明的语气里满是不耐烦。你这么急我也没办法，只能分了，毕竟我家不能拖累你。话音刚落，他就挂了电话。许娜告诉我，程明今天又约他出去。我按照他发给我的地址找了过去，远远的我就看到程明像个跟班似的跟在许娜后面，又是拿包又是拎东西。当他们走到人潮拥挤的地方，我瞅准时机冲了过去。程明，这女的是谁？程明一愣，似乎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我。你来这儿干嘛？我和许娜交换了一个眼神，许娜也开始质问程明，这女的是谁？程明只能先跟许娜解释，这是我前女友，我们已经分了，她还缠着我。然后他转向我，你赶紧跟我走开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别再跟着我了。周围已经有人围观了，我捂着肚子倒在地上。程明，你真不是人，我都怀了你的孩子，你还把我抛弃了，你真是个混蛋！我可怜的孩子，你爸爸不要我们了。我这几句话一出口，围观的人群立刻激动起来。这男的脚踏两条船，太无耻了！这两个女孩都这么漂亮，竟然都被他骗了，真恶心！看着舆论越来越对自己不利，程明赶紧跟许娜解释，你千万别听这女人胡说，都是编的。你瞎说啥呢？难道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吗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我一边站起身，一边泪眼婆娑地质问他，你家就打算给我彩礼日结，还想要我家出50万的嫁妆，这脸皮也太厚了吧？没错，活了半辈子，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。程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赶紧向许娜解释，他说的都是假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转头瞪着我，怒气冲冲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污蔑我？说着，他抬起手，似乎要打我。围观的人群早就怒火中烧，一看他要动手，立刻冲上前。这小子还想打人，快把他制服！几十号人一拥而上，把程明按在地上，也有人趁机揍他。我捂着嘴偷笑，程明，我恨你，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你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热心的群众看完热闹，也开始三三两两的离开。许娜当即装出一副失望至极的模样。程明，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，你哪怕是再穷一点我都能接受，但我接受不了你这么渣。我们分手吧。那天回去后，许娜告诉我程明给他打了好多电话，还去了他家的别墅找他，可惜许娜根本不在，他的一番表白全被保姆录了下来。程明见许娜态度坚决，竟然又打起了我的主意。他竟然带着程母上门了，一见到我，程明就在我爸妈面前跪下了。宁宁，我真的错了，是那个女人一直勾引我，我一时糊涂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和那个女人什么都没发生。程母拿着礼物，虽然不想看到自己儿子跪下，但此刻如果不豁出去，恐怕就拿不到我家的钱。他拿着不值钱的东西上前，亲家，就是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勾引我儿子，所以他才犯了点错。男人嘛，这不很正常？咱们就忘了这点小事，继续之前商量的婚事吧。这样吧，彩礼还是16万8，行不行？我冷笑一声，拿出结婚证在他们面前一晃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结婚了。人家彩礼给了100万，还带了一套市中心的别墅。程明当然不信。宁宁，你别闹，你不是还怀着？他看向我的肚子，却只见到平坦的小腹。程母也注意到了。你孩子呢？温宁，
你这个贱人，你是不是把我孙子给打了？我让你打了吗？你还我孙子！不要脸的东西！眼看他们俩要在我家闹起来，我爸直接报了警，告他们私闯民宅。很快警察就来了，把程母和程明带走。如果程明刚才拿起结婚证仔细看的话，就会发现上面的男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陆续。我和程明彻底分手后，陆续找我彻夜喝酒，无非就是说还喜欢我之类的。我也一时冲动，正好现在出了新规定，于是天一亮我们俩就去用身份证结婚了。而程明到后来他都不知道许娜是我找人假扮的，他认为自己肯定会找到有钱的女人，于是条件越来越高。也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把拍到的视频发在网上，这么一来，程明彻底出名了。经常在街上能听到大人教育自己家的孩子，再不好好学习，最后都会被遇到那种恶心寄生虫。你怕不怕？我看着手机上的评论，忍不住嗤笑出声，陆续扑了过来。老婆，手机有我好看吗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